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那么之前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讲到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入境美国的时候被调查，甚至被遣返。那就在今天1月29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出了一个声明，证实了这个消息。中国大使馆说，近期多名中国留学生自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时，遭美边境执法人员无端盘查滋扰，并被注销签证，遣返回国。这些留学生均持有合法证件，是在回国休假、赴第三国旅游或参加会议后返回美国，或在新生入学时来美，期间受到长时间询问，所携带电子设备被检查，有的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0余个小时，并禁止与外界联系。美边境执法人员的有关做法给中方留学人员学业造成严重影响，心理带来极大伤害，然后向美方严正交涉。中国政府当然要写一个声明来证明自己的立场，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对中国这个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威胁和挑战的敌人来自敌国的这些留学生，他们当然要严加审查，因为毕竟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太多的这样的案例，就是中国的研究员、中国的留学生，对吧？中国的商人是从事间谍活动，甚至盗取美国的从民间的商业机构到军事机构各种各样的机密信息，包括最先进的技术，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按照美国 FBI 的说法，每过5分钟就有一个间谍案，毕竟在美国有上百万的华裔，然后这当中也有几十万的中国留学生，当然还有很多移民。所以说在中美新冷战的这个环境底下，美国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动作，任由你像过去像这个在中美蜜月期的时候不仅美国是允许你来偷，甚至主动的给你这个最先进军机的图纸，那是在80年代蜜月期。后来90年代、2000年之后也同样大开国门，但是时代不同了，你不可能期待着美国还像过去一样天真幼稚。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已经开始崛起，而且中国的综合国力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在军事上边也有可能在台海、在南海发动战争，破坏世界的和平。毕竟他们有自己的理由，要维护领土完整，对吧？而且习近平确实也在这么做，不断的备战，不断的加强军事现代化。所以中美两国的冲突，它既是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冲突，也是地缘政治冲突，所以几乎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两国必然会坠入修昔底德陷阱。所以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开始严加审查，中国抗议是无效的。中国也可以抗议美国呀，只不过美国没人再来了，对吧？在中国只有几百个美国留学生，大家不愿意再去中国了，但是中国人却不停的想要去美国，就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用脚投票，大家知道哪儿更好。最近就有个消息，有人在网上为自己的父亲办移民美国就是亲属移民，结果被美国领事馆拒绝的理由最有意思，说他因为是中共党员。这个人他是一个大学教师，是一个老党员了，那他申请去美国探亲看女儿，然后跟女儿一起生活，结果遭到移民官的反复盘问，就是问他你是不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入党的，你为什么要入党，你最后一次参加党的活动是什么时候？结果他说我是为了工作才入党的我已经5年都没有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了。最后还问了一句说你认不认同党的纲领，他还没来得及回复呢，就已经被拒绝了。在领事馆的通知书上写的特别有意思，说申请签证不被批准，根据移民法及国籍法，那么申请人是集权政党成员，这个集权政党成员也是一个拒签的理由。那么当然了，有人说了，他还可以申请豁免，美国是依法办事的，还给了他一个豁免申请单，你可以申请特殊的豁免，证明自己不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成功案例能够被特殊豁免，而且很多中介也在帮他，说他从这个领事馆走出来的时候，有3家的移民中介围上来说帮他进行豁免申请。在过去美国的移民与国籍法的法案当中确实有这一条，就是对共产党员和其他的极权主义政党成员有移民的限制。之前美国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从川普上台以来，
就开始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了。那么到了这个拜登时代啊，也是在延续对共产党员、对极权主义政党的成员都开始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律来规定来办事儿。所以说移民被拒签，然后这些留学被边境审查盘问，这将是一个新常态。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加拿大也驱逐了一名中国人，说这名中国人曾经在中国侨办侨务办公室来工作。加拿大的这个审查这个人的委员会说，侨办过去和现在都参与针对中国在加拿大的目标个人和团体进行间谍活动，就是对海外的这些反共组织进行施压，对反共的一些人员进行监视监控，这是违背加拿大利益的，所以把他驱逐出境。那么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在正式展开了对中国渗透加拿大选举的全面调查。这个调查也是因为加拿大在2025年要进行大选，所以自由党即使是不太情愿，因为中国借选实际上是在帮助自由党，就是现在的这个政府。那么他觉得进行调查的话可能会影响自由党，但是毕竟这是全民的共识啊，对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他如果迟迟的不展开全面调查的话，那么2025年他基本上选不上了。所以说他也着急了，也开始说，那么我们要调查啊。之前选了一个人说进行调查，结果还被轰下去了，就觉得这个人会倾向于自由党。这个被驱逐的女子，她是从2008年到2019年一直在扬州的侨办工作，并且担任公共关系的主管，后来又担任海外联络主管。他每年出差4-5次，和中国的境内外的各种目标团体进行互动，留学生、杰出人物、政府人员、团体和商人。加拿大边境局说，他的活动和目标群体表明他正在实现侨办的目标，实施巧妙策略的任务。而所谓侨务工作最早是来自于苏联的这个马列组织，实际上就是渗透和统战。另外还有一个侨务办公室的员工叫做张勇，他在2002年的时候被加拿大政府拒绝入境。加拿大情报局明确表示说，中共正在利用统战部来压制、批评和操纵加拿大的华人社区。在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设立的所谓海外110已经被加拿大政府关闭。那么从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个态度上就看得出来，其实全世界都开始对中国越来越警惕。那么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在香港发生什么。香港有一位青年22岁的林健，他在观塘深水埗和旺角的大厦外边涂鸦，写上了对抗集权的字眼，结果被判处5个月监禁。当然你说他这个涂鸦本身就是违反了香港法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把他判刑5个月跟他写的内容是不是有相关联，没有人会告诉大家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一般的这种涂鸦判处5个月监禁的这么重刑，可以算是重刑了，不可能跟他内容没有关系。就在这2天，香港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接受采访的时候批判香港政府，他说很多人认为香港已经成为了中国大陆的普通一个城市失去了它的优势。他认为主要责任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的政治精英就是他把矛头指向香港政府。他说香港的政治精英是一味的在猜测北京的想法，而且经常组织学习班到中国进行学习，而且想得到北京指示如何去管理香港。他说这是绝对错误的，他认为中国根本不懂如何管制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他觉得中国对香港的态度仍然是认为香港要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真正无能的是香港政府，这是他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种看法流于表面，就是他还是看到了香港政府这些官员的一些无能的做法，这当然是一方面但是这些人的无能，我们要明白根本原因是上面还有一把剑在悬在空中，他们不知道会做错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事害怕担责任，担政治责任，所以说他们就不敢做，以至于他们必须要猜测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到底想让我干嘛。所以香港的官方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来源于你的权力不在你手上，你的权力是在党中央，是在北京。所以根本问题还是中共对香港的统治，而不是香港本地的官员。本地的官员当然也都是舔共的，也都是为了钱就混日子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们当然是有责任的，但是有更大的责任是在这个体制本身，而这个体制是习近平，是中共造成的。
但是你要看这个王向伟他身在什么地方，他还在香港，他在担任浸会大学的副教授，所以他当然也不敢批评北京，不敢批评习近平，只能把矛头指向现在的香港政府。作为前南华早报的总编辑，跟这个港府本身也有这个私人联系啊，批评一下老朋友啊，这都没关系。可是他不敢触动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现在中共对香港的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后的全面管制。在加拿大著名的 Fraser Institute， 就是菲沙研究所的最新2023年全球自由经济体排名当中，香港53年以来首次输给了新加坡。我相信未来香港还会跟中国一起一落千丈。所以说中国包括香港的外资不断在撤离，西方对中国的这种围堵还在不断加强。那这个时候中国在境外如何的去开展工作，其实是越来越难的。最近有一条消息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台湾的邦交国叫图瓦鲁，他们最近进行国会的选举，选出了16位国会议员。在选举期间呢，中共渗透到这个国家，要求这个国家的官方的通讯社写一篇评论文章，用这篇评论文章来带风向、带节奏，说这个选举结束之后，有可能这个国家要跟台湾断交。这篇文章让他们写800字然后给的报酬是450美元，结果被当场拒绝。这家媒体他们把跟中共相关的通讯还给发出来了让大家看看中国是如何渗透的，如何的试图操纵这个国家的媒体。我们一看截图就明白了，大家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这个人的来自是 China Global TV Network， 什么意思？ CGTN 是什么？是 CCTV 的下属的国际频道。所以说写这封信的人是 CGTN 的，他的邮箱也是最后署名是 cgtn.com， 上面写到想要求这个国家的公共的通讯社能够找一个资深的人士来写这篇评论文章，450美元，而且还免税。就是一个土瓦鲁的小国，中共的 CGTN 大外宣都已经渗透进来了，可见中国的渗透统战无处不在。但是这种统战呢，也只能通过这种地下的方式进行，不公开出来，你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受到影响，还以为是真正的某个人写的一篇文章呢，实际上背后都有中国的影子。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太多了，他们的人马资本遍布全球，但是这些小动作都会一个一个被爆出来，它没有办法在阳光之下运行，这些大外宣的真面目都会一个一个被曝光出来，他们无所遁形，因为这些中国媒体或者来自中国的资本背后的政治势力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在整个自由阵营臭名昭著了。好，那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